大家好，这一节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常规土酸酸化工艺。大家知道，水力压力是砂岩油漆层常用的增产手段，但对于交界物多或堵塞严重的砂岩涂层，也经常采用以解毒为目的的基质酸化措施。砂岩油漆层的基础酸化就是通过酸溶解砂粒之间的交界物或部分砂粒或孔隙中的离子堵塞物或其他酸溶性堵塞物，以恢复提高晶体地层渗透率。其中土酸酸化就是砂岩涂层解除堵塞、疏通孔后的常用工艺。在我们详细了解土酸酸化工艺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土酸。土酸不是一种单纯的酸液，它是由大约 9% 到 12% 的盐酸与 0.5% 至 6% 的氢氟酸混合而成的酸液体系。这种体系也被称为常规土酸。为了适应不同的油漆涂层，工程师们还将研究出了其他不同的土酸体系，比如有机土酸、纯土酸、自生土酸等等。这些土酸体系本质上依然是利用氢氟酸或盐酸对涂层进行酸化处理。那么对于砂岩涂层，我们为什么要利用盐酸和氢氟酸对其进行酸化呢？这具体的原因还得从砂岩涂层的矿物组成及其反应性说起。砂岩涂层矿物的主要成分包括石英、硅酸盐、碳酸盐和硫酸盐，其中盐酸只能溶解碳酸盐，氢氟酸几乎能与所有砂岩矿物发生化学反应。所以要对砂岩涂层进行酸化，必须使用氢氟酸。那么大家可能就有疑问了，既然氢氟酸能够与石英、硅酸盐、碳酸盐发生反应，为什么还要添加盐酸呢？其实我们从地层矿物的溶解性及其与氢氟酸反应后的产物状态可以知道，氟化物及氟硅酸盐均难溶，往往一般 3% 的氢氟酸对盐析溶蚀率可达到 15% 到 25%， 但渗透率提高幅度却有限，主要是因为二次沉淀占据了酸溶蚀所让出的孔隙空间，这也是很多地层涂层酸化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见不适当酸化液可能引起二次沉淀。那么为了减小二次伤害，提高解毒效果，我们往往采用氢氟酸加盐酸的混合酸液，同时也在作业程序上进行了优化。其实土酸中的盐酸虽然不与含硅的化合物进行反应，但它可以溶解预冲洗后遗留下来的碳酸盐。另外还从3个方面影响着酸化解毒作用。第一，盐酸可以让岩石中的钠膨润土脱水转变为氢膨润土，同样质量氢膨润土体积只有钠膨润土的1/5，减小膨润土的体积，解除堵塞。第二，盐酸、氢氟酸都能够与岩石中的碳酸盐发生反应。如果仅仅使用氢氟酸，氢氟酸就会大量的消耗在与碳酸盐的化学反应上，不能对岩石中的硅酸盐、氟化硅进行溶蚀，而盐酸与碳酸盐的反应速度比氢氟酸与碳酸盐的反应速度快。通过添加盐酸，可以防止氢氟酸与碳酸盐发生反应，更多的溶蚀硅酸盐、氟化硅。第三，使用盐酸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氟化氢与碳酸钙发生反应，会生成氟化钙沉淀，沉淀物容易堵塞岩石孔隙，不仅达不到酸化解毒的目的，反而会进一步降低岩石渗透率，减少油漆产量。氟化钙虽然是一种不溶于水的化合物，但是它在酸性溶液中能够溶解。添加盐酸的可以保持液体中的氢离子的浓度，防止产生氟化钙沉淀。土酸酸化是砂岩涂层最常用的酸化工艺。具体来说，它主要包括4个施工步骤。一、做前置液。前置液一般选用盐酸，作用在于溶解转井液、烷井液等外来流体带入地层的碳酸盐或涂层中原本就存在的交界物，防止氟化钙沉淀，同时达到隔离原油、维持较低的 pH 值、降低涂层温度、减慢酸液反应速度的目的。二、注处理液，也就是注入土酸，作用在于溶解外来流体带入涂层的堵塞物，溶蚀部分涂层岩石，沟通扩大岩石孔隙。三、注后置液。后置液一般选用氯化铵溶液、弱酸、柴油等液体，作用在于保持静影地带的低 pH 值，防止酸在井筒附近与岩石反应产生沉淀物。第四，注顶梯液。
定体液一般选用盐水或添加了表面活性剂的水，作用在于将净土中的酸液滴入出层。可以看出吐酸酸化的施工程序与其他酸化工艺相类似，大致都包括了做前置液、处理液、做后置液、做定体液4个步骤。但在生产基底上，砂盐的吐酸酸化与碳酸盐的酸化工艺又有所不同。碳酸盐促成酸化主要依靠酸液与碳酸盐发生不均匀反应，形成被称之为阴孔的主流流动通道，或者依靠酸液溶解天然裂缝内的填充物，降低油气流动阻力。而砂盐酸化更多的是依靠酸液溶解交界物或岩石矿物，接触堵塞物来提高油气流动能力。通过今天的学习，相信同学们对砂盐促成的吐酸酸化工艺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对其酸液体系的构成及作用，以及与砂盐矿物的反应情况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那么关于砂盐处的其他酸化工艺又是如何实现解读，特点又是什么？就让我们期待下节课的学习吧。